欢迎来到思维健康，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让我们一起管好它。我杨医师最近呢天气高温比较多大家呢是不是天天躲在屋子里吹空调？可能认为自己躲过了炎热的夏天，实际上呢都可能内在的中暑了。只不过这个中暑不是我们普通意义上的中暑，而是一种冷中暑那你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冷中暑呢？你一出门就觉得头晕恶心，好像晕倒在空调的房间待得越久呢，人就越困越虚弱，晚上睡觉开空调，早上醒来呢却背痛腰酸头脑昏胀。这其实它不是巧合，是你的身体在告诉你我们可能有一个冷中暑的问题。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揭开这个冷中暑的真相，送上一些调理的妙方，让我们这个夏天呢过得清凉但是不伤身体。首先我们仔细解释一下什么叫冷中暑通常的中暑就是因为你暴露在高温底下时间长了，身体呢没有办法及时的散热，导致体温升高。这个冷中暑是有点像是反过来的，你蹲在空调的这个低温房间里，这汗孔就闭塞了，闭塞以后这个阳气就困在里面，它不能够发散。等到你突然走进炎热的外面呢，身体根本调节不过来它不能够及时的打开这个汗毛孔来进行散热，这时候就导致一些血管扩张的紊乱表现为头晕发力、心慌虚汗，甚至发烧晕厥所以医学上呢不把它归类成什么中暑之类的，但它的危害其实也蛮大的。我们有一个病人呢，他是程序员，他在这个办公室空调下午休，一觉醒来了，头昏眼黑冒冷汗，送到医院以后医生说你这个可能空调太冷，静卧不动，加上温差的冲击，这就是我们说的冷中暑的3件套。我们还有一位70岁的王阿姨呢，她清晨早上从这空调房子到外面去跳舞结果呢这温差的剧烈的变动也导致血压的波动中暑就昏倒。还有一位女生呢在这段时间痛经增加，她长期待在这空调房子里面，腹部比较容易受寒，所以呢痛经呢就变得更为严重寒气入体让我们的这个女性生殖系统叫宫寒就比较严重总而言之吧，大家不要以为天气热才会中暑所以贪凉也会把自己呢搞得身体不好。那么中医把这个冷中暑叫做暑邪夹寒阳气呢本来就虚的人，冷气再一袭击就容易导致呢气滞血瘀经络不畅脾胃收寒寒湿困腹等等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越是夏天越是要注意祛寒扶阳，调理气血，通经散热那么在家里大家可以用一些简单的穴位，如果感觉到头晕头痛的话，可以按摩我们这个风池穴它的位置呢是在后颈窝两侧的凹陷处。按摩的手法呢就是用拇指按揉几分钟另外呢可以顺时针按9次，逆时针按6次都可以它有清脑醒神、祛风止痛的作用。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迎香穴就是鼻翼两边的凹陷的地方，用食指按揉就可以，它让鼻子通气，也能提神缓解头胀。这个足三里很重要，它能提升阳气，对体虚的人群特别有意义这时候呢指压加上艾灸，我觉得效果最好。每天呢早晚各做1次，对一些身体虚的女性的和老年人呢尤其的有帮助但是这个冷中暑还是要预防的首先呢我们要把空调的温度设定在26度左右室内外差呢不要超过7度。另外出门之前你要提前适应一下温差出门前10分钟呢最好不要在空调口吹。
另外呢，即便是用空调的时候呢，你后颈部和腹部啊，尽量避免那个吹风口。通风也很关键哦，每天呢开窗户，通风10到15分钟也很重要。饮食上呢，可以加一点生姜、红枣、山药，这些稍微温补阳气的食物。对老年人呢，特别要重视，因为老年人呢体温调节比较差，容易突发这个晕厥第二呢，就是儿童的汗腺它不成熟它容易内热外寒。还有慢性病的人，高血压、心脏病的人最怕这个气温的温差骤然变化，所以呢，建议大家呢早晚呢穿一些薄外套，避风避湿注意补水和这个休息这个冷中暑不是一个少见病我们每个人在夏天或多或少都会有这个问题你要是以为空调开得越低越少，你以为越凉越舒服，其实呢，你正在一点点呢消耗身体里面的阳气降低我们的免疫力。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告诉我们你有没有过吹空调吹出不舒服的经历你自己有什么调理的妙招？也麻烦大家把这期节目转发给你身边的爸爸妈妈、孩子、同事一定要请他们多多注意，真的是很有用的。熟悉我们思维健康频道的朋友呢，知道我们在这里呢经常给大家介绍一些日常保健的小知识希望大家呢越活越健康如果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的朋友呢，欢迎你订阅我们的频道，点击小铃铛，你就不会错过。每天呢，我们都会跟大家聊一聊健康方面的新知识，也欢迎大家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亲朋好友让更多的人和我们一起健康这是举手之劳，但是呢，对大家健康很重要。好，我们下次节目不见不散。